华人的世界，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人文环境是还是台湾烟火气，对，这个就是台湾保留很好的。对对对，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对，台湾就这一点做得很好。其实我应该学孝哥。说实话，我有了小孩之后，真的很庆幸当初选择留在台湾，绝对可以讲比大陆好。我知道你们喜欢听我讲这样的话，但是这个是我真实的想法。是的，是的，绝对比大陆好。对对对，社会洗一些不该洗的脑。对，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我就不用讲太明，洗脑。OK，greenwash。对，当时清零这种愚蠢的啊，对，真的 stupid policy， 真的，你知道吗？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 shut down 三个月之后，都他妈会变成屎。说实话，我来到台湾之后，其实我对于评价没有非常极端化，敏感词了，没有非常极端，对对对，真的非常没有人性。我这些说出来好吗？就是真的，疫情之间让我看到太多的悲剧。后来就是上海还有白纸运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反映出就是这个政策愚蠢，然后对恶劣的这种程度。Cheers for 漏网之鱼，真的。Go 聊天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煮菜的奶爸 GoGo， 今天邀请到的是上海表哥。我是一问玩物有志，对，也是一个跟奶爸在台北见面啦，也是一位 YouTuber。是的，对对对。我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是快2、3年前的，对，但是一路都是比较自嗨，然后拍一些记录，然后记录自己的一些旅行的人生的这个痕迹吧，对啊。但是确实从今年年初开始，我是想比较认真的真正的规划了。对，当然之前也有在台北做过一些影片，大家可能可以去看一下。对，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其中有一期就是让我粉丝涨得最多，那一期就是讲关于这个来台北之前跟来台北之后3个月到半年这样的一个比较。对，一个对于台北非常真实的观察。是的。我忘了跟大家介绍，这位其实也是来自上海的，是上海人。懂了，你的身份是美国人，就是 technically 就是理论上是这个美国人，因为我拿的是美照，美国护照，但是我是上海出生，肉身是上海的，肉身上海制作，对，但是是在泰国长期生活的，我是对，然后20岁之后就去了美国，然后在美国待了10几年读书，然后生活工作，当然爸妈也在那边，然后后来就是疫情的时候我就想离开美国，当时就是很想来台湾，但是台湾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来。所以当时刚好有个亲戚在芭提雅泰国，然后就去了泰国，后来觉得蛮喜欢那边的，然后就在那边算是半定居吧，旅居下来，这样子。然后时不时会来台湾一趟。对，台北我是一定1年会来个1次到2次。对，因为讲真的，就是在我心里，就是华人的世界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人文环境还是台湾。虽然在我之前的影片里面讲到很多台湾的一些种种不适啊等等，天气方面天气啦、气候啦，然后可能一些所谓的国际化环境啊等等，甚至食物等，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像我在泰国那么的爽对，然后比较清淡一点，对，然后可能夜生活啊等之类的重点就是夜生活。大家如果去过泰国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如果讲到华人世界，台湾还是首选。对，整个环境气氛还是很自由的，然后语言也是畅通无阻，随便讲。对。而且台湾还有一点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很客气，人跟人之间蛮客气的感觉。这个就是我刚才跟奶爸还没有拍之前闲聊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我现在蛮怀念90年代的上海。那个时候是差不多我小时候嘛，对啊，就7、8岁啊，10几岁啊。对，那个时候的上海其实跟现在的台湾很像，很像，很多这种市井气的感觉，街边的美食，对然后夏天大家在外面乘凉，拿一把扇子，条件各方面当然没有现在那么好，硬件也没有现在那么全，但是就是有一种生活味道，烟火气，对，这个就是台湾保留很好的。对，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对。然后人呢，就是你说钱大家都要赚，但不要那么卷对不对？生活本身还是就是以这个你现在吃穿行这些东西为主，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反而更多元化，我觉得就是你好像晚上出去，你可以去什么南京路逛街对可以去吴江路吃小吃然后各种各样的游玩的地方，但是现在好像就像有一种
无形的力量把所有人分类，要么就是怎么样，要么就是怎么样，就是好像有一个标准化的，对，大家都朝一个方向去，对，然后你没钱，好像很多话也不能讲，很多事也不能做，对，还有权利等等。然后的话就是，当然前面奶爸说到的，可能言论自由啦，对这些东西，对，风气好像越来越紧缩的感觉。It's like you know bullshit。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9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还说上海话，对啊，上海话还是推广度，不是传播度蛮广的。但是现在随着现在就是怎么说呢，上海可能本地人越来越少了，然后上海话也没有那么的传播开来的感觉。现在00后、95后、00后都不会讲上海，对，会听。像我侄女，我跟她讲上海话，她会我普通话、中文啊，这个很奇怪，对，很奇怪。对，就是学校也不推广上海话，然后推广普通话，大家就上海话也就用的越来越少。阿拉可以讲两句上海话啊，讲两句上海话。阿拉讲上海话对吧？就麻烦奶爸下面字幕打一下，你们听不懂啊，来劲啊，就是老正宗的。对个，就老早上海弄堂里向，对，弄堂里面，讲个上海话啊，弄堂文化。阿拉两个人侪80后嘛，70、80、90后初90之前，上海话老标准，95之后就不来事啊，对，这个就是一个适宜的文化遗产。现在丧失，就没有以前那种感觉，完全没有啊！真的，以前像弄堂里，我们住在弄堂里，人跟人是很近的，然后大家可能都互相认识，这个是谁家的小孩，那个是谁家的小孩。对，我们以前上海叫这个就是石库门房子，我们有一个前门和后门，然后呢，就是应该是习惯性的叫前门吧，前门就是那个后门是那个警院嘛，前门就是推进去就是。可能那个石库门房子有2户3户，有时候多一点。对，底下全都是这个厨房嘛。对，炉灶全都是在一起做饭的。这个前门永远不会关的，你知道吗？对，所以真正的烟火气就是在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所有的味道全都从那个前门传出来。你真的是走到那个巷子里面，还没就外面马路就已经闻到，小朋友闻到这味道就各种窜，你知道吗？这个味道好闻，然后在那边玩完之后，然后出了一身汗就跑去肚子饿了，然后来。说了一声汗，肚子饿了，对不对？来吃一口，这一家吃一口鸡块啊，那一家吃一口排骨了，对，然后那一家在煮馄饨了，然后这个刚好帮叔叔试一下这个馄饨，这个咸度如何？对，现在还哪有这种东西？真的，刷抖音刷，小朋友刷，真的，我觉得以前就是这种人情味就这样出来。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可能世界上哪里的人都没有这样的体会，只有上海人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们有一个公共的。厨房叫走头给，对。然后一个大厅里边，然后你这家是这个灶头，那家是这个灶头，然后大家烧晚饭的时候就会一起聚在一起，还会讨论这个菜怎么烧。总有一个人会烧得很好，通常都是男的，对吧？对。我们上海老牙手会烧得比较好，然后会教大家。像我妈之前也是跟同一个走头给灶头间的人一起学了很多菜，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有那种。弄堂的亲切感，但是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都消失掉了，真的是蛮可惜的。蛮可惜的，而且这些东西是真的非常就是适合我们东亚人、华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对，因为真的你像我在美国的时候，老外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生活比较无聊，所以现在那么多人喜欢选择来东亚的话就是日本包括台湾呢，对，东南亚的话就是泰国为首，然后印尼啦。这个菲律宾、越南，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觉得除了刚才我提到的夜生活之外丰富，其实很多这种美食方面还有一些人文方面的这种底蕴的东西，其实是很吸引他们的。对，就欧美人的生活其实是蛮无聊的。对。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了，但是我们作为华人，我们作为东亚人，如果这些东西失去的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真的很遗憾。对，就是台湾就这一点做得很好。对，台湾这一点保留得很好。对。大家是这种像夜市啊什么的，那个烟火气还是很好的。哪怕你不吃东西，你逛逛看到也觉得很开心，也开心的。对，而且价格很便宜。对，夜市很多。对，然后如果你要省钱的话，就是像我现在就是住青旅然后呢附近就是因为我住在北门那边嘛，然后附近就是宁夏夜市。对，这次我还没去，明天会去一下。因为夜市这种文化，我真的觉得上海夜市被取缔了，真的很可惜。夜市就是一个拉近人跟人距离，
而且是一种下班后你什么都可以抛开，然后很放松的一种状态，你慢慢的逛就好。虽然以前吴江路啊那个整条路很油腻，走在上面那个感觉路面很脏，然后吃的东西丢的到处都是，但是也是很神奇，它一夜之间都会收拾干净，然后第二天又开始新的一天。青春的回忆，真的。对，现在这个上海人都已经体会不到这一点。对，因为呢，他其实也是从泰国来。那我们台湾观众应该知道，之前有一位中国人，他也是从泰国来，然后来到台湾拍的旅游影片非常火爆，但是他后期的名声非常之差。那我不知道悠悠有没有看过这个Sean所谓的一个大网红Sean？对，你前面说一半我就猜到了。你有看过他的影片吗？当然有啊，当然有。你对于他有什么评价吗？挺早期2、3年前看他的，当时他介绍在泰国的房产，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的口才，他讲的内容，不错，然后内容也蛮接地气的。但是确实在后期，可能他的这个，尤其他来到台湾之后，他的粉丝量一下子暴涨之后呢，我觉得人嘛，可能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成绩之后，对，会有一点轻飘，对，然后可能就跟他原来的那个风格有一点出入。我感觉，当然就是说，我记得他当时有个搭档，对不对？对，陈老师，然后他们之间就是各有各的说辞其实我也不选择去相信谁了，但是呢，有些东西就是说，明眼人当然你聪明人，你自然有自己的分析，有自己的结论，对，只能说挺遗憾的吧，对啊，但是之前的影片我是觉得不错了，回过头去看还是觉得好看。就是他一开始可能来台湾抱着一种好奇心的状态，真的是来探索一些不同的景点也好，美食也好。但是后来就是随波逐流了，流量一起来就被绑架了吧，然后就为了迎合而迎合，就是为了迎合而迎合。对，真的。所以我觉得于晏他这一点很不容易。其实我应该学Sean哥，没有啊，开玩笑。你可能学他的话，这次旅费都能报销掉。对的，真的是，真的是主打一个真实。对，我觉得于晏很不容易，他就是一直怀揣自己的初心，就是想拍一些真实的东西，也不会去添油加醋啊，说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他有时候呢，真实的有一点过头，我觉得他就是看到什么拍什么，然后也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划。这也可能是一个确实频道流量就暂时还没有非常火热的原因。对，但是呢，他的影片其实有一些我看过，真的是很有意思。还有一点我很佩服他的，就是他的影片有一些真的说难听一点，就是流量很低，几百个流量，但是他可以一直坚持下来。而且他刚刚有跟我说过，他说要拍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去迎合观众的口味。展现自己真实的眼光，这样到年纪大了以后回头来看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也是可以很值得回味的事情。我觉得这点很了不起，而且我相信他这样带着自己真实的眼光他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用自己真实的眼光来拍摄一些东西，是，之后总有一天肯定会火起来。谢谢奶爸，托奶爸的福哦。对啊，确实，喝着台湾啤酒，对。展望未来，这个啤酒也是我之前看了Sean介绍的。他说，对，台湾18天就是出厂之后18天之内肯定会销售出去的一款啤酒，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对，所以对啊，就是我觉得，像奶爸他也很不容易啊，他自己现在在台湾生活，然后当时也是，大家比我更了解他嘛，对不对？什么原因来台湾的？然后现在也是。非常努力在做这个 YouTube 的频道，所以我们都是，我觉得就是我跟他差不多同龄，83年，对，85啊，对，85，比我小2岁。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看的还好？就是可能没有40加的，但是有点厚啊，没有太油腻，没有太油腻，对，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一个人的形象有时候会反映出他的内心的一个状况。面向相由心生的感觉。对，我们都是有一些期待，然后有梦想的人。是，那奶爸他能够在台北这样生活下来，说明他的适应能力也很强，这个很重要，真的。就差不多舒适圈嘛。这一期就是你们可以就是看我这一期的影片，也是我跟奶爸在一起讲述，就是他为什么选择搬来这个台北生活。我的一个新系列的影片，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叫搬来这边的理由。对，奶爸会讲述可能更多他自己频道里面还未曾讲到的，他从上海来台北生活的一些背后的故事。对，原我觉得他这一期的策划也是很厉害，就是搬来这里生活的理由。他之前第一期是采访了一位在日本生活的台湾女生，对，也是
为什么会远离自己的家乡，生活在他乡？说实话，我有了小孩之后，真的很庆幸当初选择留在台湾。当然也是疫情让我回不去，然后就在台湾生活了下来。命里注定。对，台湾真的带小孩真的非常方便，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小孩，没有太过于这方面的体会。这个我可以想象，因为我知道台湾的这个育儿环境啊、育儿环境啊、教育啊，然后整体这个人文啊，对啊，我相信肯定没有问题。是这个我绝对可以讲比大陆好。我知道你们喜欢听我讲这样的话，但是这个是我真实的想法。是的，绝对比大陆好。是的，其实我也一直是一个讲真话的人设，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讲的也没有什么剧本，对不对？没有剧本，对，没有剧本，太随性了，对，太随性了，也不会特意的夸台湾食物好啊，怎么样？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真的是台湾带孩子真的非常方便，而且我现在最近因为有在了解中国上小学的情况，跟台湾上小学的情况，真的是庆幸自己留在这里。中国上小学多卷啊，老师那个下课期间都会布置作业，然后带回去让家长指导你。就是家长等于下了班之后还要去辅导小孩的功课，是这些明明就是老师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去把那个事情丢给了家长。所以我在上海生活的话，真的可能会被气死。我会对抗整个教育体制，或者我对抗不了就搬离上海。有条件的话，所以非常庆幸现在在台湾生活，以后也不会那么卷。对，所以你说到这个话题，刚好就是说，大家如果看到这期影片的话，有可能已经这个系列的第2期也是一个上海人，他全家搬去神户，Chris，对，也是跟我们差不多同龄，他比我们还大一点点。他是把家里的房子、车子、生意全都卖掉、关掉，真的是 all in。到这个神户，对，所以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50%以上的原因是为了他女儿，然后真的去了他女儿的国际学校。真的，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如果有小孩，我也肯定会选择离开上海，离开中国，太卷了，你知道吗？然后老师教一些不该教的东西，对，是会洗一些不该洗的脑，对，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我就不用讲太明，洗脑。Greenwash， 对，虽然很多台湾人跟我说，他们的应试教育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应试教育，也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卷，但是相对来说，真的还算是一个比较宽容的环境，尤其是现在少子化的一个环境，就大家可能出来都是能大学毕业。然后我现在因为在台湾已经工作了，然后我也非常了解台湾的职场的分布吧，可以说，就是你压力并不会太大，你出来。就是怎么说呢，也是好的一方面，也是有一点不好的方面，就是你出来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工作，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工作，因为每个行业的待遇差别没有到非常大。对，当然发展前途会有一些差别，但是真的每个人都可以一定程度上可以安居乐业。那像在上海的话，可能就会违背自己的喜好去选一些自己不喜欢的行业来学，这是很痛苦的一点。这个就是我讲的，就是你不但没有机会去选择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不得不去做一件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作为工作，还赚不到钱，还要被打压。说心了，这一句说心还赚不到钱，真的是。对，有些人真的能赚到钱也就算了，有一些行业真的还很卷，你拼命的念了这个专业，但是还不一定赚得到钱。对，所以很多台湾的朋友可能过去啊，像等一下来的几位台湾的朋友，他们过去就在上海发展，8年10年前的中国上海是非常不错的，有很多机会赚钱。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去大陆了，因为真的太卷。当然，如果你有好的生意、好的机会、好的搭档，还是可以去的。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受到很多政治因素的影响，然后疫情后，当时清零这种愚蠢的对，真的花了真的，你知道吗？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 shut down 三个月之后，都他妈会变成屎。真的。我跟你讲，所以呢，现在就是很多外资都撤掉了，然后那个外国人都离开。说实话，我来到台湾之后，其实我对于评价没有非常极端化，敏感词了，没有非常极端，对，没有非常极端化，就是它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很多不好的方面。当然，我觉得总体来说，疫情之前它都还算做得不错，因为毕竟一个人口体量那么大的国家，你要去掌管好它，对，多多少少要带有一些强硬的手段，我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什么言论自由啊、不开放，我都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在疫情处理上这一点真的非常没有人性，我这些说出来好吗？就是真的疫情之间让我看到太多的悲剧，像有的孕妇生完小孩，马上小孩跟妈妈要去隔离，分开来隔离，然后小孩每天捅鼻子。
这个真的是非常违背人性。所以在疫情上这一点，我就觉得真的很不可取。那也不多说了，这一点也不多说了。你是没有经历这个？对，我没有经历上海封城，哪怕在台北嘛。对，那我的话是在泰国，我们都没有经历到。但是，我是知道当时那个阶段的上海老百姓的生活的。对，台湾人肯定都很喜欢一个也是 YouTuber 叫西来。我知道他当时一期影片说我那个逃离上海。对，他是混血，他的比例是跟上海混血，他当时在上海，后来就是想办法逃离。他也是一样的说法，就是不喜欢当时那样的一个环境，太离谱了，真的。然后后来就是上海还有白纸运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反映出就是这个政策愚蠢，然后恶劣的这种程度，才会有这样。你想，中国人、上海人，就是大家平时都是父母从小教育不要做这个就是枪打出头鸟，不要做那只鸟。对。当时都有这种运动，说明70年人，对啊，所以当时就是说明已经到了一个让很多人忍无可忍的程度，真的，他才有这帮年轻人出来做这件事情，真的，哎，还好我们很幸运，就是没有经历那个事情。奶爸是幸运的在台北，我也是幸运的在泰国，对啊，我们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觉悟的漏网之鸟。Cheers for 漏网之鸟，真的那个真的有点暗无天日，也不要多说了。因为我之前回上海有问过我一些在上海被关在上海的朋友，真的太可怜了。我听他们说的都要流眼泪。有一些开公司的朋友，他那个什么财务的一个硬碟放在公司里没办法去拿，然后他就把房产抵押掉，为了维持这个公司运营下去。太多这样的不管老百姓民生一刀切的这样的政策，真的是非常无语。对啊，哎，这个算好的，有些比如说孕妇要生产，对这个真的老人生病要去医院，对啊，当时很多老人就在那个医院门口就所谓的排队，不让你进去吗？神经病，你看 ICU 都不让进。当时去世的老人去火葬场都没办法去，尸体就放在那里。上海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叫郎显平啊，他的母亲就是在医院门口过世。因为他是名人，对，所以这个事情有报道出来。那有其他很多的普通人真的不报啊，真的。而且我觉得经历疫情这件事情，还有很多人会鼓吹疫情这个时期做得好，我真的很难理解。包括我很多朋友，我都跟他绝交了已经。绝交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必须要做的，真的，千万不要让这些人去腐蚀你的大脑。当然，这样讲会有点残忍啊。对，其实也有很多。可能以前的朋友啊，甚至好兄弟，现在确实不联系了，因为是的，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意识形态已经变了，真的。你去跟他们讲一些像我们今天讲的一些话题，他不能接受，不接受，对，他只会觉得说，哎，你在外国待久了啊，对，洋墨水吃多了，上海人叫洋墨水吃多了，就是洋文化崇洋媚外，他们觉得是我们被洗脑。Oh my god！ 啊，对。OK， fine。Stop talking 真的，谁生活过谁知道，对不对啊？对。好了，这个话题就不多说了，真的说。其实我蛮喜欢说的，但是对啊，我们私下说，对，私下说，就不拍出来了。对。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下问我的，我很乐意解答大家对于这方面的好奇。那然后呢，Ryan他其实是一个，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我单身时候的状态，我非常羡慕的单身时候的状态，一个。浪子，蛮浪的，浪子的，确实蛮浪的。然后我们今天其实约在台北非常有名的一个，我最近才知道的叫做五木区的地方。我相信很多台北人应该知道五木区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其实我还蛮期待Ryan之后，今天我们吃完饭之后，他会不会自己去发掘一下五木区有一些什么娱乐活动？我不知道哎，今天你跟我讲之后我才知道有所谓的这个，对，台湾人都没听过，是吗？真的使用。好 ，OK， 那我希望Ryan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发掘一下，满足我一个现在这个父亲的身份，一个丈夫的身份没办法去满足的一些体验。所以我要今天晚上体验完之后，然后再做一期节目，然后讲述这个台湾的野生牧区啊。OK， 那我们这一期其实还蛮聊得蛮过火，也还不够尽兴，但是我们只能私下再聊。我们还会见面，
是，而且我还会做下一期，还会做下一期，反正每年会来一次，起码至少。而且我往后会越来越自由哦，说不定可以跟你一起去体验。期待，太期待了。好，那么这一期我的上海表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